它是日本覆灭前最后的疯狂，它是太平洋战争最惨烈的一幕，它是二战日本发动的自杀性空中作战，它就是菊水作战。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时间来到1945年，此时的日本海军早在半年前的马里亚纳海战中已经被美国海军重创，而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没有力量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舰队发起攻势。1945年3月，由于美国海军第58特遣舰队在九州进行的九州冲航空战，使日军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军舰队对日本本土的逼近，从而明白了在盟军强大的实力面前，如果依旧采用以前的普通作战，可以说是毫无胜算可言。也就是出于这种思想，日军大本营对于海空作战的实施开始逐渐转向偏激乃至疯狂。也正是由于这种想法的滋生，在1944年10月爆发的莱特湾海战中，日军第一次有组织地发动了神风特攻队自杀攻击，再次进入到日军高层视线。日军此役的自杀性进攻成功击沉美军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的战果，和在九州冲航空战时取得重创美军2艘航空母舰的战果，使得日军大本营在认为这种作战确实利大于弊的同时，也终于坚定了神风特攻为挽救战局的最佳作战。而日军针对盟军的自杀性作战行动也因此正式出炉。1945年3月20号，出于冲绳防御战的需要，日军大本营正式制定了天号作战计划，下令让包括陆军第8飞行师团以及海军第5航空舰队、第5基地航空部队、第1机动基地航空部队在内的空中力量做好菊水作战的战前准备。日军为此还在九州停靠了超过3000架各种战机。1945年4月1号，日军大本营下令将陆海空全部空中力量用于菊水作战。自此，日军几乎所有的战机均被用于自杀性进攻。而就在同一天，由于盟军的冰山作战行动开始，日军大本营随即下令进行陆军第1次航空总攻击和海军菊水1号作战。而就在实施菊水特攻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将包括银河、天星、彗星、飞龙等新型攻击机所组建的福龙部队投入此次作战行动。1945年4月6号，日军菊水1号作战开始，日本陆军133架飞机和海军391架飞机对美军在冲绳海域的驱逐舰群进行了首次自杀性进攻，在重创纽康姆号和柳特兹号驱逐舰的同时，击沉了布什号和科尔航号驱逐舰。美军其他10艘驱逐舰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而就在日军进行菊水1号特攻作战的同时，由伊藤整一中将率领的包括1艘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在内的第1游击舰队也奉命开赴冲绳，协助进行地面防御作战。但是该舰队在出发的次日就被米切尔所指挥的美国海军第58特遣舰队的300余架舰载机于纺织甲海域击沉1艘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后撤退了。而日军于4月8号到11号间进行的空中作战中，则取得了不小的战果。美军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企业号航空母舰和密苏里号战列舰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4月12号，日军开始实施包括陆军124架飞机和海军354架飞机在内的菊水2号作战，并在此次行动中再次对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和密苏里号战列舰等舰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而且日军专门制造的名为樱花弹的人操炸弹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菊水2号作战中。这种可以由轰炸机携带的轻型炸弹，因为重量轻、体积小，所以很难被美军击落。而这种炸弹最大的也是唯一战果，就是击沉了美军的艾伯尔号驱逐舰。4月16号，日军发动菊水特攻3号作战，由海军415架和陆军92架飞机组成。其主要战果为击沉了普林格尔号驱逐舰，击伤了无畏号航母和密苏里号战列舰等盟军船只。日军的菊水4号作战于4月21号到29号之间进行。虽然日军出动了包括11架陆军飞机和845架海军飞机的庞大编队，却只击伤了3艘驱逐舰，其战果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多。而且日军于1945年4月间频频发动的自杀性空中作战，使得冲绳海域美军损失开始逐渐提高的同时，也让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开始遭到日军战机的注意。
5月3号，由449架飞机所组成的冲绳航空部队奉命实施菊水5号特攻，共击沉2艘驱逐舰，击伤1艘护航航母。英国无畏号航空母舰也在本次作战中被日军击伤。5月11号到15号间，日军开始实施包括200到300架飞机在内的菊水6号作战。日军在此次行动中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差一点就击沉了美国海军第58特遣队米切尔所在的旗舰邦克山号航空母舰。共有2架日军战机击中了邦克山号航母，但此时的美国海军后勤维修能力早就因为日军的自杀性进攻而进行了增强，所以邦克山号航空母舰并没有沉没。但是日军所造成的损伤也使其直到战役结束后也没能返回战场。米切尔则在脱困后将企业号航母作为新旗舰，但是企业号航母又在5月14号因遭到日军战机重创而退出战场，米切尔又只得转移到了伦道夫号航母上。日军的菊水7号作战在5月23号到25号实施，由385架海军战机和174架陆军战机组成，并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只是击伤了1艘护航航母，击沉了1艘运输舰。5月28号到29号间，由71架陆军战机和217架海军战机所组成的空中编队奉命进行菊水8号作战。但是因为此时的日军空中作战能力已经大不如战役刚开始时，所以并未取得较大战果，只是击伤了数艘驱逐舰，击沉1艘驱逐舰。菊水9号特攻于6月3号到7号实施，日军共出动367架海军飞机和71架飞机，击伤1艘战列舰、1艘护航航母和1艘重巡洋舰。6月16到22号，面对冲绳岛失守已经无法挽回的情况，日军大本营随即将本土决战提上日程。由271架海军飞机所进行的菊水10号特攻，也就是最后一次菊水特攻，其战果仅击沉了1艘驱逐舰。菊水特攻作战，日军共出动2258架战机，其中包括海军940架和陆军887架在内的各式战机，进行自杀式空中作战，共有122架近弹撞击，133架命中目标。日军在阵亡1022名陆军飞行员和2000名45名海军飞行员的同时，共击沉36艘和击伤包括8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32艘驱逐舰在内的218艘盟军舰船，累计损伤763架舰载机，死伤1万人左右。在菊水特攻作战中，日军的自杀性进攻虽然对盟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是并没有击沉任何一艘盟军重型船只。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因为盟军舰艇强大的后勤维修能力，使盟军船只不易沉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军的大批飞行员都是经过短暂的训练后就被派到战场上来，在毫无实战经验的同时，也难以对目标进行有效辨识。再加上盟军的驱逐舰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日军战机的目标，使得盟军虽然在损失不小的同时，却保住了大量的舰队航空战力。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